谁来当天气预报员？现在盖好被子，闭上眼睛，一起听故事吧。最近森林里的天气总是变来变去，前一天刮大风下大雨，第二天却是大晴天，小动物们都犯迷糊了。要不要带雨伞出门呀？今天要穿雨鞋吗？山羊爷爷捋捋胡子，提议在森林里建个广播站，请一位会预知天气的小动物来告诉大家天气。我来！小花狗嗖的一下跳出来，兴奋的尾巴直摇。我有超级灵敏的鼻子，我一闻就知道会不会下雨。小花狗神气地抬起小脑袋。有一次，我闻到空气里湿湿的味道，就告诉妈妈，妈妈，今天会下雨哦。妈妈相信了，带了雨伞，结果真的哗啦啦下起雨来了。大家都哇了一声，觉得小花狗好厉害。这时，小兔蹦蹦跳跳走上前。我也想当天气预报员，我的耳朵可厉害了，能听见远远的风声和雷声。天气有变化，我一听就知道。大家都转头看着小兔。小兔竖直耳朵说：昨天我听到山那边轰隆隆的声音，就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，没一会儿就下雨啦。大家又哇了一声，觉得小兔也好厉害呀。可是谁来当天气预报员呢？大家想呀想，没个主意。小黑熊慢吞吞地举起手。我们可以让小花狗和小兔一起当天气预报员呀。小花狗鼻子厉害，小兔耳朵厉害，两种本领加起来，天气预报准没错。大家一听，都说这真是个好主意。就这样，森林里有了2位天气预报员。轮到小花狗的时候，它在空气里嗅了嗅，然后说：大家注意啦，我闻到湿湿的味道了，要下雨了，出门记得带雨伞，别淋湿了。轮到小兔的时候，它竖直长耳朵，静静地听，然后说：我听见风在呼呼吹，远处还有隆隆的雷声，快下雨啦！快把衣服收进屋。过了一会儿，果然滴滴答答下起了雨。大家都早早准备好了，没有一个被淋湿。小动物们都说，有了小花狗和小兔，我们能提前知道天气，再也不怕天气变来变去啦。小花狗和小兔真是了不起的天气预报员。故事讲完啦，我们梦里见吧。晚安。晚安，萤火虫。现在盖好被子，闭上眼睛，一起听故事吧。夏天的夜晚，小花狗在院子里玩，瞥见草丛里有一闪一闪的小光点，
啊，是什么东西在发光呢？小花狗凑过去看了看，哦，是一只会发光的小飞虫。小花狗跑回房间，拿来一个玻璃罐，又凑了过去。它屏住呼吸，啪，轻轻一扣，小飞虫被装了进去。啊，我抓到了！小飞虫在玻璃罐里飞来飞去，像小星星一闪一闪。小花狗跑进屋子，把玻璃罐举到妈妈面前，它用力摇了摇。妈妈，看，我抓到了一个亮晶晶的小虫子，它会发光。妈妈看了看玻璃罐里的小家伙，对小花狗说：“这是萤火虫呀。”小花狗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萤火虫能陪我玩，能陪我睡觉吗？”妈妈摇摇头：“宝贝，萤火虫可不是玩具哦。天黑了，它的妈妈在等它回家呢。”小花狗低头看着玻璃罐里的萤火虫，它飞来飞去，可怎么也飞不出去。看着萤火虫着急的模样，小花狗忽然觉得不好玩了。妈妈，萤火虫是不是想回家了？妈妈点点头，轻声说道：“就像你玩累了，会跑回家找妈妈。萤火虫也想回到自己妈妈的身边。”小花狗认真地听着，它看着萤火虫在玻璃罐里飞来飞去，心里有点难过。妈妈，我现在就把萤火虫放回去，让它回家找妈妈。说完，小花狗抱着玻璃罐跑到院子，它拧开盖子，对着里面的萤火虫说：“萤火虫，快回家吧，你的妈妈在等你哦。”萤火虫飞出罐子，像一个亮晶晶的精灵，飞呀飞，朝着草丛飞去。再见啦，萤火虫！小花狗看着萤火虫的光点渐渐消失在草丛里，它回到屋子。妈妈，我把萤火虫放回家啦。小花狗笑嘻嘻地钻进妈妈怀里，开心极了。晚上，它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萤火虫，一闪一闪地飞舞着，和萤火虫伙伴们一起把夜空点亮了。故事讲完啦，我们梦里见吧，晚安。